鸟笼收缩的越来越小，没有被鸟笼切割建筑物被鸟笼全部挤在了一起，整个国家可以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小。用不了多久，乌索普等人所在的地方也要被切开了。索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，然后带着警卫们和看侍郎向鸟笼的边缘奔去。既然这个东西不能自己停下来，那就手动给它拦下来吧。索隆的目标很明确，那就是鸟笼的边缘。可是这双腿却怎么也不听指挥，跑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鸟笼的边缘。明明目标那么近，却找不到，实在是太诡异了。最诡异的是，刚刚还跟在身后的看侍郎警卫们突然神秘消失，难道这俩人迷路了？就在索隆一头雾水的时候，两人骑着一只抽象丑鸟从天而降。警卫们大喊一声：“索隆阁下，不要再跑了！你完全把方向弄错了，这样下去你怎么找也找不到地点，不如乘上丑鸟，我们一起比翼双飞。”索隆看了一眼丑鸟的白痴脸，极不情愿地坐了上去。丑鸟明显身子一沉，别说飞了，就连滑行都十分艰难。丑鸟带着3个壮汉艰难地滑行了一段距离，偶然碰到了工厂这边的弗兰奇和小人族。弗兰奇有了重大的发现，就是海楼石盖起来的工厂是能力着明哥的现切不断的。如果说想要阻止鸟笼继续合拢，海楼石倒是一个不错的工具。弗兰奇立刻组织小人族们齐心协力地抵住海楼石砌起来的工厂，阻止鸟笼继续向前。索隆成功到达了鸟笼的边缘，拔出双刀，二话不说就砍了上去。看侍郎和警卫们随即拔出各自的武器，用武装色霸气帮着索隆一起砍鸟笼。花田里，小人族的雷欧帮助罗把胳膊接了起来，曼雪莉公主则用自己的治愈能力替罗治疗断臂，想必很快就能恢复了。凯文·蒂许在被变成玩具的时候，曾到过地下交易港，被强制当成劳动力。在那里，他看到了这辈子也许都看不到的景象：大量的武器和人造恶魔果实被打包送走，发往新世界的地下黑暗世界。凯文·蒂许感慨万千，陆罗联盟的这场战争恐怕十分艰难。就算是打败了多方朗明哥，也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，很快就会产生一系列蝴蝶效应，在全世界掀起波澜。那时候，路飞和罗就真正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罗睁开眼，平静地说道：“这正合我意。”城镇里，国民们面对不断收缩的鸟笼，多数人已经放弃了求生的想法。反正不管跑到哪里，都逃不出这个鸟笼，最后也是被割开砍死，不如原地放弃，静静等待死亡好了。利库王看着混乱的街道，想到了无助绝望的国民，他打开城里的广播，激动地告诉大家，唐吉克的家族已经被毁灭了，只剩下多弗朗明哥一个人苟延残喘，而与他对决的海贼路飞一定会将他打败，鸟笼也一定会停止下来。所以任何人都不要放弃求生的希望，全力向城中心跑，将希望寄托在路飞的身上。国民们一听，求生的本能被激发，人们开始互相帮助，互相搀扶，共同向城中心逃去。另一边，路飞通过把自己的身体吹得膨胀起来，实现了4档的变身。然而与3档不同的是，这次路飞可不仅仅是让自己的身体像气球一样鼓起来，而是带着肌肉的线条和武装色霸气，让身体壮硕起来。4档的造型里，路飞就像是获得奇怪的能力而变身的超人一样，身体被纹身和武装色霸气覆盖，融合了3档和2档的特点，不仅有速度，而且有力量，这就是4档弹力人。明哥看到路飞的新造型后笑傻了，这像个小丑一样的身体是怎么回事？你是笑死我好继承我的王位吗？能不能认真一点？弹力人，弹力有什么用啊？路飞认真的说道：“能打得你再也没有力气装逼。”4档路飞将双拳和双腿压缩起来，卯足了力量之后，突然弹射出去，像一枚人形导弹一样冲向明哥。冤枉枪！明哥在路飞的拳头击中自己的一瞬间，双手装备上武装色霸气，护住了自己的脑袋，随即整个身体被路飞一拳头从王宫高地直接打了下来，接连击穿了几个建筑物之后，深深的被锤进了地面岩石里。明哥艰难的从废墟中爬起来，吐出一口老血，然后擦了擦眼睛。刚刚自己所在的王宫高地，此时在视线中已经是远远的一个建筑了。突然，明哥感觉空中有个黑影在急速靠近，再仔细一看，居然是弹力人路飞，正在利用自己的弹力在空中高速俯冲。明哥暗道不妙，从手中射出一道鞭子，路飞一个俯冲加速轻松躲开。等明哥再看的时候，路飞已经不见踪影了。突然身后传来一股杀气，犀牛榴弹炮，路飞用蓄满力量的双腿直接踢在明哥的脸上，将明哥再次踢飞老远。4档的力量对于擅长近身肉搏的路飞来说简直不要太好用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多少带点沙雕属性。这个状态的路飞不会走，只能像个弹力球一样跳着移动。明哥再次从废墟中爬起来，气得直跺脚，这个球形混蛋以为自己是谁呀？只不过是一堆橡胶而已。路飞弹到明哥面前，明哥张开一个大网攻击路飞，路飞一掌就击碎了明哥的蜘蛛网。明哥用5色线猛砍，但是根本不破防。这时候明哥发现自己的武装色和路飞的武装色差了一个档次，同样是用武装色对决，一拳头下去，拳头明显是有点疼，好像有点打不过了。路飞冲过去，对着明哥的脑袋打出一招大蛇炮。明哥躲开后，用足踢线攻击路飞最柔弱的地方腹部。
但是他惊愕地发现，路飞的武装色根本不仅限于硬邦邦的铠甲，而是能够与橡胶的身体完美融合的一层防护层。路飞用腹部猛地一顶，将明哥弹开，接着用出大蛇炮，伸出去的手臂仿佛一条蟒蛇一般，可以无限延长，不断的变换攻击方向，追踪明哥。明哥实在是躲无可躲，用自己的边线对抗。路飞将边线击碎后，一拳头狠狠地打在明哥的脸上，可惜只差了2厘米左右，就能打碎明哥的眼镜了。明哥像个子弹一样被路飞打出去，击上了几栋建筑物，没了身影。街上的国民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，没想到有生之年居然能看到有人能压制住多弗朗明哥。不管那个弹力球是谁，都值得为他欢呼呐喊。路飞的4档将武装色和橡胶能力融合得十分完美，这种能力虽然牛逼，但必然要承受着很高的风险。身经百战的明哥很快就察觉到了路飞4档的弊端所在，武装色霸气的过度使用对身体造成巨大的负荷，这个弹力球应该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。不过作为恶魔果实能力觉醒的能力者，明哥的线是可以无限使用的。明哥用手触碰地面，四周所有的物体被他影响都变成了白茫茫的线，这些线就像是有生命一样，只要路飞接近他们就会立刻遭到攻击。4档的路飞近身格斗比明哥厉害，但是明哥完全可以利用周围的建筑物变成的线，不断的对路飞进行干扰，让路飞无法接近明哥。明哥就是利用这一招拖住时间，只要把路飞4档的时间拖没了，明哥就有把握在一瞬间取下路飞的首级。恶魔果实觉醒，这可是比霸气还要稀少的能力，恶魔果实能力者很少能修炼到觉醒这个步骤。路飞深知自己这个终极招式的要命之处，一边努力避开明哥的远程攻击，一边想办法接近明哥打近身战。一旦打了近身战，明哥丝毫没有赢的可能。而明哥这边一边用线阻止路飞靠近自己，一边努力用线修复自己的内脏。路飞冲破了明哥的束缚，冲出来，拼命的向明哥飞过去。明哥再次利用自己的能力，将城中的那些建筑全部变成了线，袭击路飞。路飞避开白线巨浪，俯冲下来，用武装色脑袋狠狠撞击明哥的肚子。臭小鬼！明哥用线拴住路飞，将他扯下来，摔在地上。明哥继续用一浪浪的白线攻击路飞，路飞用弹力一顿灵活走位，然后冲到了明哥的面前，双手以最大的限度收缩起来，蓄满力量值。这是最后一击了，狮子火箭炮！路飞一招龟派气功的手势打在明哥的胸口，将明哥击落在地。明哥冲过几座建筑物之后，又弹了起来，给岩石壁撞开一个大坑。周围的所有人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，根本不敢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多弗朗明哥居然败了。明哥被卡在岩石缝里一动不动，看上去似乎已经无力还击。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：“多弗朗明哥被打败了！”其他人终于反应过来，张开双臂，尽情地欢呼起来。路飞维持4档状态，在地面上不断的弹来弹去，鸟笼还在继续，那就说明明哥还有意识。路飞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，立刻弹向岩石壁，准备再补出一记重拳。但这时路飞突然感觉全身的力气泄了出去，一口气喷出来，4档的极限到了，路飞变成了普通状态。在另一边的废墟中，消失了好几级的巴基斯突然冒出来，到处找路飞，看样子似乎也想和路飞干一架。巴基斯这一边等待良久，终于等到路飞泄了气，奄奄一息了。巴基斯高兴地从高地上跳下来，打算直接拿下路飞的人头。巴基斯搞定了烧烧果实，这次他的目标是路飞的橡胶果实。不过没等巴基斯动手，多弗朗明哥就苏醒过来，伸展了一下身体，即刻地动山摇，落势不断。刚刚还给路飞呐喊助威的群众立刻掉头就跑，没人想要伸手去帮一下此刻连爬起身的力气都没有的路飞。刚刚人们说他是英雄，是这个国家的希望，现在人们都说别管他，他也是个海贼，和多弗朗明哥一样。明哥用自己变态的能力将身体的伤口缝合，从岩壁上跳下来，准备和路飞继续死斗。然而路飞却无法短时间内再使用4档，他虚弱的眼睛都无法聚焦了，更别说干架了。竞技场的解说赶过来抓住路飞，大声问道：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”路飞虚弱地告诉他，4档之后10分钟之内无法使用霸气，只要给他争取10分钟的时间，再来一击，势必可以干掉明哥。解说大哥认真且充满期望地问道：“只要10分钟，你就可以解除鸟笼，让这个国家从多弗朗明哥的统治中解脱出来吗？”路飞点点头，说定了。解说大哥立刻召集了竞技场参赛的那些亡命徒，大家刚刚看到路飞与明哥的激烈对决，立刻对路飞刮目相看。没想到有人居然能把多弗朗明哥逼到如此境地，看来胜利有望。所有人纷纷拔出武器，将希望交在了路飞手上。我们愿意拼上性命，争取10分钟。大家自动架起人墙，拦住了多弗朗明哥的去路。解说大哥趁机背起路飞，掉头逃跑。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巴基斯撞碎墙壁，拿着砍刀冲了出来。解说大哥吓得失声尖叫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巴基斯刚杀出来，萨博也从一边跑了出来，一脚踹在了巴基斯的脸上。我是革命军的萨博，草帽路飞是我弟弟，你找他有何贵干？巴基斯。说起来，与黑胡子海贼团有仇的可不止路飞一个人。
因为黑胡子海贼团绑架了艾斯，从而引发了可恨的顶上战争。现如今也是萨博心中的伤痛，所以就算拼命，他也要决定要保护路飞不受伤害。以后路飞的身后有我在，给我记住了。巴基斯愣了愣，随即哈哈大笑，冲上前一个肘击攻向萨博。萨博动也没动，身体元素化避开了巴基斯的攻击，接着一招龙爪给巴基斯来了个黑虎掏心，火焰龙王。巴基斯被萨博的这一招打翻在地，巴基斯爬起身用拳头砸过来，萨博用水管子扛了一下，化成火焰闪到巴基斯后面。另一边，明哥很快将前来阻止的龙套们干掉，抬眼却找不到路飞。既然那小子跑了，那我就逼他找我干架。明哥对着鸟笼的中心点张开手掌，鸟笼合拢的速度很明显有了很大的提升，人们的恐惧心越来越大。明哥一心只想把路飞干掉，为了逼出路飞，明哥不断的对周围的人进行攻击。而索隆这边以及弗兰奇那边明显是扛不住不断收缩的笼子，巴托用屏障挡在鸟笼前面，接着海尔丁等一干人员一起向前猛推。让人惊讶的是，刚刚海尔丁等人还身负重伤倒地不起，现在却突然能动了。原来天上降下了一种蒲公英一样的东西，那是曼雪莉公主用眼泪结出来的蒲公英。曼雪莉将蒲公英散播出去，受伤的人粘到这种蒲公英，伤痛就会立刻消失。看来希望之光还没有消灭，德雷斯罗萨不会灭亡的。解说大哥背着路飞狂奔，眼看明哥就要追过来，罗伊克瞬移来到解说大哥面前，让他将路飞交给自己。此时距离鸟笼完全闭合只剩下30分钟。我是谢木君，咱们下期见。